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侯明昊搭便郭敬明系女主，古偶市场为何反复选中她？侯明昊这波真的有点悬。你把她这2年的古装剧女主名单摊开，卢玉晓、艾米、虞书欣，再往旁边一拐还有陈都灵，怎么越看越像郭敬明剧组的无锋刺客团建后续？云之羽里一个个带着任务进宫门，到了侯明昊这里，导向是集体换了地图，继续开新副本。这是最有意思的地方，不是简单一句资源好就能糊弄过去。卢玉晓在云之羽里演上官浅，那种柔软外壳下面藏刀子的劲儿，当时就挺出圈。他后来和侯明昊搭入青云，其实观众是有期待的。因为侯明昊身上也不是那种一眼看穿的男主气质，他有少年感，但不是傻白甜少年，他可以温和，也能突然压出一点暗色。卢玉晓碰上他，画面不是硬凑 CP， 而是2个人都有话没说完的感觉。这类古偶最怕什么？最怕男女主站在一起很美，但你不信他们心里有事。侯明昊和卢玉晓这一组，至少从气质上是对的。一个像把情绪藏在笑里，一个像把锋芒收在眼底。只要剧本别掉链子，观众自然愿意往下嗑。到了艾米这里，争议其实更大。17岁和29岁搭古装，刚开始多少人都在嘀咕，年龄差会不会太明显？会不会尴尬？会不会像强行组 CP？结果却鼓出来之后，反而让不少人改口了。因为这部剧最抓人的地方，不是工业糖精，也不是那种按头撒糖，而是2个人之间有一种很奇怪的松弛感。艾米不是成熟型女主，她身上有生涩，有小孩气，也有一种没被磨平的莽撞。侯明昊没有压她，也没有用过分油腻的男主姿态去包住她。他更像把角色的重量往自己身上沉了一点，让对手戏能立住。所谓地表最强哥妹这个说法能传开，靠的不是营销词多响，而是观众确实看到了那种自然的照应。尤其是侯明昊在雀谷里的状态，挺值得单拎出来说。很多古偶男主一到痛苦戏就开始皱眉、喘气、摔东西，恨不得把我很惨写在脸上。侯明昊不是这种路子，他有时候就是眼神慢半拍，嘴角绷一下，或者脸部肌肉很轻的抽一下，那种人快要撑不住，但还硬撑着的感觉就出来了。观众爱看这种东西，因为它不像表演题库里的标准答案，反而像人真的疼到了。所以雀谷能爆，不全是题材吃香，也不全是女主救场带来的话题度。它最关键的一点是侯明昊把男主的碎和稳同时演出来了。碎是角色内里有伤，稳是演员没有慌。他不急着证明自己多会演，反而让情绪一点点往外渗，这种分寸感在古偶里挺稀缺。虞书欣这边又是另一种看点，她在云之羽里演云蔚山，本来就是郭敬明镜头审美里很典型的一张脸，清冷、漂亮，带一点飘着的距离感，和侯明昊搭面相似。外界讨论最多的反而不是剧情，而是番位、流量、咖位这些东西。有人说侯明昊接2番，是不是在给自己抬曝光？也有人觉得他这是聪明，知道什么时候该冲作品，什么时候该借势。可我觉得这事没必要只往算计上看。演员到了某个阶段，最怕的不是做2番，最怕的是你在一部热闹的剧里没有存在感。侯明昊现在敢接这种配置，说明他对自己的屏幕辨识度是有底气的。虞书欣自带强观众缘，风格很鲜明，男演员一旦接不住，很容易被他的节奏带跑。但侯明昊的优势恰好是他不抢，他不是那种非要把每场戏都演成高光的人，他更擅长在对方很亮的时候
稳稳把戏拖住。这其实很考验演员。陈都灵这条线就更微妙了。他和侯明昊在《大梦归离》里合作过，外界之前又转过他和郭敬明新剧之间的那些来来回回，真假先放一边，单看结果就很有意思。郭敬明戏审美里的几张热门面孔，绕了一圈，几乎都和侯明昊产生了交集。这像不像一种古偶圈的隐形筛选？表面看是女演员们从云之羽走出来，各自奔向新剧，背后其实是平台、制片方、导演都在找一种稳定搭配。女主有话题，有审美记忆点，有角色滤镜，男主必须接得住。接不住，观众只会觉得一边热闹一边空。接得住 ，CP 感、剧情感、角色感才能一起往上拱。侯明昊刚好卡在这个位置上。他不是最会制造话题的那类男演员，也不是天天把自己挂在热搜上的流量打法。他身上有点闷，甚至有时候显得不够会来事。可偏偏就是这种不折腾的状态，让剧组喜欢。导演夸他表演自然，沟通顺畅，这话听着很朴素，但在片场其实很值钱。一个演员不难沟通，不乱加戏，不用全组围着情绪转，还能稳定交出东西，制片方当然愿意反复用。娱乐圈里很多所谓资源，刚开始看像天降，时间一长就露底了。真正能一步接一步往上走的人，不可能只靠谁递了张名片。你的让合作过的人觉得省心，让观众觉得顺眼，让角色落到你身上不浪费。侯明昊现在最妙的地方，是他还没有把自己演成一种固定商品。他可以是《大梦归离》里带着奇幻感的人，也可以是《雀谷》里情绪往身体里塌的人，还能跑去歌手舞台，把他到底会不会唱这种质疑一点点唱成惊讶。别人忙着给自己贴标签，他好像一直在拆标签，只是拆得不吵。所以再回头看这份女主名单，就不只是郭敬明女演员被侯明昊打包收割这么好笑了，更像是古偶市场拐了个弯之后，突然发现侯明昊是个很好用的支点。卢玉晓的暗劲，艾米的生涩，虞书欣的灵动，陈都灵的清冷，都需要一个不抢戏但有重量的男演员去接。侯明昊刚好能站在那里，不慌不飘，也不把戏演满。这种人最容易被低估，也最容易在某个节点突然变成怎么哪儿都有他。顶级资源当然重要，可资源从来不会长期偏爱一个空壳。你能不能把机会变成作品？能不能让下一波人还愿意找你，才是更硬的东西。侯明昊这几年看着像被好运追着跑，其实更像是他一步一步把自己磨成了别人绕不开的选择。